他们是一个属于什么个性的狗狗？其实他们都还蛮亲人的，对。然后他们活动力也不是那种很旺盛，需要就是很大量时间去遛他们，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作为陪伴犬，他们不是那种很黏人的那种。你讲这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，因为他们现在超黏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萌主毛很多。荣杰呢，今天非常的兴奋，要跟大家介绍北京犬。坐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君君。你好。我刚开门一进来，觉得 Oh my god， 超多毛茸茸的小狗，它们好像小狮子哦。我是有听说过很多庙前面的石狮子，其实是用它们的原型来雕。对，没错，因为它们前面的有一撮鬃毛，然后加上那个很丰厚的尾巴，整体形象很像一只小狮子。那可不可以先请君君帮我们介绍这几只狗狗呢？这只是仙草，它是小朋友，目前6个多月。它是全黑的，带点白，它这边胸毛会有点白色的，好可爱，跟台湾对，就是黑熊一样，然后脚有一点点白色。那这一只呢？它是 Bono， 毛最长的，是一个小男生，目前大概也是3岁左右。那这一只呢？它是 Nandy， 对，他也大概是3岁左右的小男生。那怎么会想要帮他剪成这个短毛的造型？因为它的毛量会比刚刚那个 Bono 还要再多。那因为我们也蛮多只的，想说就把它剪短，比较好打理啦。那我们可以请君君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他们的血统啊。宫内的人才有办法去饲养它们，一般的平民是不能去饲养，算是古代那种宫廷犬。难怪有很多慈禧太后的画像旁边都会有狗狗。对，他们就会抱着一只。大部分的话是会以这种颜色为主，那种黑脸的，抱着它们取暖，其实是很温暖的。慈禧太后爱它们是有原因的，对，是一个时尚配件的感觉。以前在北京的话，他们会下雪，所以他们的毛其实是很厚的。难怪说荣杰刚一进来就觉得哦，这边气温其实蛮冷的。他们平常就是出来的空间大概会20、22度，尽量就是以一个干爽，然后低温符合他们原生那种环境的温度去饲养，对他们的皮肤啊各方面啊会比较好。他们是一个属于什么个性的狗狗？其实他们都还蛮亲人的，对。然后他们活动力也不是那种很旺盛，需要就是很大量时间去遛他们，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作为陪伴犬。那我们就是每天带出去社区周围，大概10分钟左右。尤其是夏天的话，就是又不能更长，因为其实他们是短吻狗。因为他们以前生长的地方是在皇宫里面，他们不会有优越感。有时候是比较独立，他们不是那种很黏人的那种。你讲这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，因为他们现在超黏的。我觉得应该是看每一只狗狗，像它的话，你抱在身上，它不能就是有其他狗狗靠过来我的身，它是有点争宠，当然也有个性，就是比较甜甜的，人好，狗也都好，都会想去跟它做朋友。这边哪一只最甜？ Bono， 它就会头脸这样，他在舔摄影师的屁股，它就是甜甜的。刚刚抱了一下，我发现它们其实蛮扎实的。你看它小小一只没有错，可是它其实它的骨头的骨量其实是蛮重的。它们的脚其实算是蛮粗的。北京犬是适合新手爸妈养的狗狗吗？我觉得还蛮适合的，因为它们不吵闹，你刚刚进来应该都没有听到它们叫。它们就是那个喘气声而已。因为像这一只啊，它的毛就有一点卷卷，然后其他的都是直的，为什么啊？先说这它是黑色，黑色的毛发它们会比较细软，每一只的毛质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这一只的话，你会发现它那个绒毛其实很厚。Bono 又对 Bono 的毛量的话，它其实就会再少一点点。像它这个，它就是自然卷，然后它毛量又会再少一点点这样子。有摸起来蛮有感觉的。FCI 的标准是什么？对于北京犬，公狗的话大概是5公斤左右，母狗的话大概是可以到5.5。脖子的话是这样粗短的，尾巴的话就是这样平贴在身上。它眼睛的话要宽，耳位的话就是贴在这两边。身体的话也是那种比较短一点的，走路的话是会有点滚步的。滚步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他们的骨骼就是稍微会有点弯，这是他们天生的。然后它跑的时候，它是会这样子在跑的。因为我有发现他们喘气声其实很大，鼻子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注意？他们会喘是因为他们现在比较兴奋，就是会热，所以我们室内的温度的话，尽量就是要维持在大概20到22。他们休息的时间就是可以再往下再调一点点。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保持在温度这么低，要怎么样才让他们住得比较舒适？毛可以就是稍微就是修短，大概可以开到25度，其实他们都还是可以适应。像他们的美容的方式的话，就是尽量我就是用手剪的方式，或者是你要用剃的，就是保留一点点长度，不要让他们就是都光溜溜的没有毛。他们是需要每天都需要梳毛的吗？不太需要，大概3、5天你去帮它稍微就是梳理一下就好，把废毛梳掉。对，他们就是会有废毛而已。换季的时候大概就是春秋2季掉的量会比较多，那平时的话其实不太会有什么掉毛的
状况。除了温度以外，其实冷气要控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湿度？建议就是你买一台那个小台的那种循环扇，放在地板上面，有一个大台的电风扇，然后再吹整个室内，让空气流通，保持地面上面的干爽。像这种地垫啊，对狗狗会有帮助吗？有一部分是止滑，5个月左右是关节发展的黄金期。哎，好了，哇，好了，不吵架不。可以吵架。那我们用这种止滑垫，有一部分也是希望，就是他们在玩耍当中，不要就是去跑又跳，造成他们脊椎上面会有一些伤害，这样。所以就是尽量放低姿态跟他们玩。他们要很小心，连抱的方式都要很注意。不管什么样的小狗狗都是一样，不要这样抱它们。对，这样子会造成他们脊椎上面会有负担。左手，然后就这样撑着，就是撑着它一只手，让它靠在你这个手上，再穿过它的屁屁。这只手是这样子，当他们的那个下面的那个这样子。对。像北京犬啊，他们在饮食上面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？还是以饲料为主，其实也是被我们养到有点骄傲啦，一定要再加一点肉，然后他们才愿意吃。肉是指鲜食？对，鲜食就是一般的，就是水煮鸡胸肉，他们食量算是大的吗？一餐大概就是40克，那其实不多不多不多。那像他们这样子前脚是滚刀这样走，他们天生有基因缺陷吗？就是走得慢而已，对。可是对身体来讲，它是不会有什么，就是难怪那些贵妇都用抱的。对，就是很像以前那种古代，就是缠小脚，然后他们走路的方式就是有点小碎步这样子。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养北京犬呢？一开始我是养西施，那时候身边的同事他就是有养一只白色的北京，可是因为他们会掉毛，其实我对他们的毛是会有点过敏。经过几年，我也有能力了，找一间比较大的店面，然后我就自己就从国外引进这些北京，然后我去饲养它们，我就很喜欢，他们个性也很好啊，对，很撒娇，很黏人这样子。能见度这么低，我真的没有看过。他们不需要在外面散步啦，所以你也看不到。你要遇到他们出来散步的10分钟很难。对啊，20-30年前，其实那时候有流行过一阵子，那时候动保法没有这么的完善，就是会有乱配啊，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健康，皮肤容易出问题。那可能不懂得饲养的人就会觉得说啊，它皮肤有问题啊，或它很臭。那这个犬种就是慢慢就是不会再被人就是去饲养下来这样。但是其实它是非常适合新手爸妈来照顾的。对，尤其是都市人，他们你如果下班时间的话，住小公寓，时间不多，很适合就是养他们来做你的陪伴犬这样。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，大家对于北京犬还有任何问题的，都欢迎来找君君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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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